周云承诺3个月之后降价，就把那些客商都绑住了。他甚至承诺比我们现在的价格还要低。那些客商都是唯利是图之人，立刻就签约了。那这段时间他卖的如何？大家都等着降价，所以泾阳布厂的生意也很萧条。但是他提前收了定金，所以还可维持。我向王爷夸下海口，说3个月之内拿下泾阳布厂。可现在看来，3个月之后他死不了，我们却危险了。我们还能维持多久？我原本算计着，把库房这些库存全部倾销出去，就算亏本，还有银子进项，硬撑着还能维持3个月。可现在1个多月过去了，咱们才卖了几百两银子，是吧？最多维持7天。那我们要不要另想办法？这事都还好办，回头我找沈四海商量一下。但有另一件事让我觉得很奇怪。什么事？王爷应该早就收到我的信了，怎么赵白石那边却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兴许王爷有更长远的布置呢。但愿如此吧。30万两白银。哎，杜老板，我现在连1两多余的银子都没有啊。可是那周莹借了200万两给你。是，但这些银子我已按照他的吩咐，悉数兑付给了贴票和赔付给了那些小储户。沈四海，你又要跟我哭穷是不是？我没有哭穷，我是真穷啊！日昌河好不容易喘口气儿，后面还有一堆的坎儿呢，我不能掉以轻心啊！你现在至少还可以喘口气，我是上气不接下气了。不行，你这次一定得帮我。杜老板，爱莫能助。沈四海，你可别忘了，没有我，就没有你今天。没齿难忘。那你还不送客？我原本指望降价30%，把所有库存都倾销出去，至少还能回款10多万两银子。可谁知道这些客商都疯了，降价30%都卖不出去。沈四海在这个时候还跟我哭穷，怎么办？咱们现在连买棉花的银子都没有了。没有棉花，就只能停工。不能停，停了我们就完了。我们还有多少库存5万匹，王爷允许我们亏多少？最多20万两。现在亏了多少？25万两。陆老板，有个新疆的客商来到，说要将我们所有的库存全部吃掉，但是他们出价很低，低多少？比我们现在定价还要低1成。你让他去死！等等，至少还有10多万两进账，那我们就亏得太多了。
至少不会停工啊。罗老板，科商还在等着我回话。他说，如果我们不同意，他们就去找金阳补偿。等等，你告诉他，5万匹，全部给他。老板啊，机器织布局的洋布，现在都在我的库房里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通知那些之前订货的科商来取货了。若是明理知道你吞了他的库存，再加价5分卖出，他会怎么想？那就让他知道吧。你准备好了？我最近一直在跟踪他，他经常一个人去一个地方，一去就是半天。哪儿啊？人买下了胡家的宅子，一时好奇进来看看，没想到这个人是你。周颖，你好奇心很重啊。是啊，我就是改不了。可是有时候，好奇心会害死人的。可我还是活得好好的。是啊，也就是此刻罢了。你说的对，人迟早都有一死，但至少我堂堂正正活过一次，不像你，活得像一条狗。你不就是挣了几个臭钱吗？就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？没错，我的确是挣了很多很多钱，而且每一文都清清白白，一点都不丑。可你就惨了，你辛苦了大半辈子，干尽伤天害理之事，你又得到了什么？可是人呐，不只为了挣钱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乐趣。你的乐趣就是玩弄人于股掌之中吧？哎，这也是其中一种。杜老板，你以为你在玩弄别人，但其实你才是被玩弄的那一个。你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吗？你有家吗？你能决定自己的未来吗？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只有王爷。你这个贱女人！哎呀，我这个贱女人，至少可以想笑就笑，想哭就哭，想爱就爱，想恨就恨。那你呢？你心里有喜欢的人，却不敢表露。你在他身前什么都做不了，
你只敢在他死后买下他的宅子，守着他的衣服。你喜欢胡有梅是不是？你瞒不了我。可是你把他给逼死了。你喜欢他，为什么不和他在一起？既然你喜欢他，为什么看着他走上绝路却不拉他？你闭嘴！谁说我不想和他在一起？谁说我不想拉他？我想，我连做梦都……如果我不是我一定毫不犹豫地为他做任何事情。可是我不能。你以为我这一路很容易？你以为我是轻轻松松地走到今天的？你错了。你根本就想不到，我为了活到今天，我都付出了什么。所以，我绝对不能失去今天，绝对不能。恭喜你，杜老板，踏着无数人的鲜血和人命，终于活到了今天。但我不得不告诉你，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得到的今天，恐怕也要马上失去了。你少吓唬我！我马上就跟王爷汇报，只要王爷动动手指头，你和你的金阳布厂就是死路一条。杜老板，前些日子买下你所有库存的新疆客商，是我找人假办。你说什么？然后我加了点价，已经全部卖出去了。如果王爷知道你把本来价值25万两银子的货，折价14万两银子卖给我，又让我14万两银子卖出去了，你觉得王爷会怎么看你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赵白石正在安排我和王爷见面。我打算和王爷合作，就像和沈家那样。不可能。王爷喜欢钱，而我最擅长的就是赚钱。你觉得王爷会拒绝我吗？不过我倒是有点犹豫，因为和王爷合作有利也有弊。当然，如果王爷愿意答应我一个要求，我将毫不犹豫。什么要求？交出杀我丈夫吴聘的凶手。杜老板，我记得吴聘生前最后一顿饭是和你在一起吃的，你可有什么线索？我不记得了。但王爷一定记得。吴聘不是咏梅误杀的吗？凶手是另外一个人。我这辈子有很多心愿，但其中最重要的，就是要为吴聘报仇。我一定会做到。王爷不会答应你的要求。如果我愿意将金阳布厂献给王爷呢？金阳布厂年利可超过200万两银子。哎，杜老板，
你觉得在王爷心中你值多少钱？我对王爷忠心耿耿，岂能用金银来衡量？你再忠心也不过是一条狗，狗并不值钱。如果这条狗吃里扒外，贪污沈家红利，收受广东廖老板回扣，还把王爷的机器织布局给搞砸了，那只有死路一条。我杀了你！陆老板，你已经无路可走了。